我和我的老公是怎么认识的呢？我想先请大家猜一猜。我给你们3个选项。A. 在网上认识的。B. 朋友介绍的。C. 爬山的时候认识的。请你现在就暂停这个视频，把你的答案写在下面。等一下，我们来看一看你猜对了没有。2022年的夏天，正好是疫情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我每天一个人在家里，很无聊，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一个爬山的活动。从曼谷去爬山的地方要坐3个小时车，然后你爬大概2个小时山，再坐3个小时车回来。但是我也没有别的选择，因为曼谷附近没有山。但是呢，那一次爬山，我认识了一群新的朋友，他们都来自不一样的国家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见面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喝酒，一起玩。这群朋友中有一个比利时人，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。但是几个月以后呢，我们觉得，我们的性格不太适合当男女朋友，所以我们就分手了。分手以后呢，再和他见面，总感觉有些尴尬。当时他和其他的朋友住得很近，但是我呢，住得比较远。还有我的工作也很忙，所以他常常一个人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出去。我呢，和他们就慢慢的越来越远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每天一个人住，一个人工作，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。因为疫情，我也不能回中国去看我的家人。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孤独。后来我认识了一个越南女孩，她的家和我的家住得很近，所以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去公园散2次步。我们去散步，散2次步。她的想法还有她的性格都和我很像，她也会介绍他的朋友给我。还有呢，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心理咨询师，他特别的温柔，特别专业，所以我每个星期都会跟他聊天。然后我也开始用约会软件。在约会软件上呢，我比较喜欢和有国际背景的人聊天，也就是西方人或者在不一样的国家生活过的人。我觉得和他们聊天很有意思，我们常常开很多玩笑，然后有一点点调情，有的时候呢也会聊比较深的东西。有一天我在约会软件上看到一个男生，这个男生不是西方人，他也没有在不一样的国家住过，他就是一个泰国人，他就是一个100%的泰国人。但是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当时有一种感觉，别笑我，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我以后的老公，这个人就是我以后的老公。
我知道这很扯，扯是一个中文的 slang 啊，是一个说法，它的意思就是完全没有道理，很荒谬。我知道这很扯，我以前听别人这么说，我也会说你快闭嘴吧你。但我当时不骗你，我真的有这种感觉，所以我就右滑了他，并且主动跟他说了第一句话。这个男生，我们就叫他王鹏。如果你学过 Integrated Chinese，你就知道王鹏是谁。跟王鹏聊天呢，和我以前的经历很不一样。我们不太开玩笑，也很少聊比较深的东西，然后一点儿调情都没有，但是却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不需要是好笑的，我不需要是深刻的，我不需要会调情，我只需要轻松的、随意的做我自己。有空的时候聊一聊，没有空的时候不说话也没关系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是因为有我的越南朋友，有王鹏，还有我的心理咨询师，我才没有变得抑郁。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他们。和王鹏聊了1个多月以后呢，我们见面了。你们猜他是不是一个帅哥？他不是一个帅哥，他不帅，他有点害羞。当时我对他的感觉，怎么说呢？有点像是一个朋友。后来我一个人去泰国北部的清迈旅行。清迈和曼谷很不一样，清迈的附近有很多山。所以我每个星期爬2次山，我去参加很多活动，我去尝试新的健身房，我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。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开心，所以我决定要搬家去清迈。2022年，我已经在曼谷住了差不多10年，所以我有很多的行李。王鹏就说：“哎，那我开车帮你搬家去清迈。”当时我有点担心，不是因为安全问题，因为我已经知道王鹏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但是因为我比较内向，我要和一个不太熟悉的人在车里一起待8个小时、9个小时，我觉得有点尴尬。但其实啊，我担心的事情完全没有发生。从曼谷到清迈的8、9个小时，给我的感觉好像是2、3个小时。我们的相处非常自然，非常轻松，非常有趣。我想，可能就是那天，我开始觉得，哎，好像这样的关系也不错。它不像是坐过山车，很刺激，很激动。它更像是划船，很慢，但是很舒服，很平静，很安心。王鹏在清迈租了一个 Airbnb， 他打算住1个星期，顺便在清迈旅游。在这1个星期里，他帮助了我很多很多。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，我不习惯别人帮我，但我也没有想到，哎，原来在生活中有人照顾我、关心我，也是一件感觉非常好的事情。慢慢的，我发现王鹏有很多的优点，他很善良、聪明、勤奋、幽默，他情绪稳定，善于倾听，喜欢小动物。我就想，
一个这么好的人，那我一定不能错过。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。现在呢，我和王鹏已经结婚1年多了，所以我是李友。我和王鹏已经结婚1年多了，他还是像我认识他的第一天那样，他善良、聪明、勤奋、幽默，情绪稳定，善于倾听，喜欢小动物。我觉得他是我认识的最棒的人之一。所以呢，我和我的老公是在网上认识的，有点老套，对不对？你呢？你和你的另一半是怎么认识的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在评论里分享给大家。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吧，再见。